今天在比賽後半段看到看台上的弗格森老爺子真是笑成了一朵花。所以曼联的故事也许才是刚刚開始，也許這才是真正的曼聯 2.0。 他說呀，當時你會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名足球運動員了，你感到疼痛，認為自己再也不會踢球了，一種精神和身體上的失去平衡。當然，當時我生存的概率是5-5開，這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真正艱難的其實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需要在我不清楚狀況的情況下同意進行一次緊急手術，那是一個關乎生死的決定，而我自己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對我來說並不痛苦。場內還出現了老佛爺辭職的喊聲。貝林厄姆和維尼修斯在比賽中每次觸球依舊成為噓聲最集中的對象，所以讓我們也聽一聽。那麼沒有辦法，這就是馬德里，這就是皇馬。貝尼修斯和維尼修斯都是外國人，是外人，這就是人性。10年沒有歐冠，你拿1次就是神；10年就這2年不行，皇馬就要被罵。朋友們，首先預測一下明天的英超。明天北京時間晚上10點鐘，老 K 將再次直播，看好紐卡斯尔联队客場能不能戰勝狼隊。阿斯頓維拉对埃弗頓，堅定地站在阿斯頓維拉這邊。明天的重要比賽還有羅馬、AC 米蘭、巴塞羅那，還有非洲杯決賽塞內加爾對摩洛哥。老 K 分別看好羅馬、摩洛哥、巴塞羅那、AC 米蘭不敗。朋友們，今天的比賽很精彩，特別是曼聯和皇馬在看守教練入閣以後，真是換帥如換刀，成功的激發了球隊的血性。尤其是曼聯，老 K 已經感覺到他們走上了10幾年從來未有過的一場真正的崛起之路。本賽季看好曼聯能夠最終拿到前4進軍歐冠。那麼今天的足球新聞很精彩，如果喜歡的話，希望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那麼咱們這就開始，3、2、1。今天曼聯和曼城的同城德比大戰，當着所有直播朋友的面，老 K 是深深地上演了一出曼聯的不可預測性。本以為凭曼城的實力，塞门約、羅德里、福登、多庫都在，還有哈蘭德，趁着曼聯換帥的時候，趁你病要你命。沒想到曼城自己的後防線是完全崩塌。今天上半場，馬奎爾先是打中門框，毕費和迪亞洛也都有破門，可惜被吹越位。下半場，曼城守門員多納魯馬依舊是多次救險，但是在第65分鐘，毕費一個直塞助攻，姆波莫打遠角得手，曼聯1比0。第76分鐘，庫尼亞下底傳中，多爾古門前搶射破門。這場2比0踢完，曼聯是真有可能進歐冠呀！本賽季在卡里克上任以後，正式開啟北伐，而且同時間正在打中國 U23 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比賽。今天為了俱樂部沒有去 U23 烏茲別克參加比賽的胡薩諾夫，發揮完全是地獄級別的。可以說曼城今天幾個後衛加上後腰羅德里的發揮，直接促成了紅魔曼聯的崛起。先說著名的里克·劉易斯刘神，賽前有朋友問我，老 K 你覺得曼城的清洗名單該怎麼定？還要怎麼定？當然是劉易斯首當其衝啊！只要看對方像今天的曼聯進球的時候，你看劉易斯在幹嘛？你看所有的進攻都是從他這一側發起。哈，去年幫助 PSG 大巴黎絕處逢生，最後巴黎奪得歐冠。今年又幫助阿森納錦上添花，阿森納看來會奪得英超。現在遇到喝口涼水都要塞牙的曼聯綜藝聯，劉易斯再次奉獻助攻。可以看到防守方面，胡桑諾夫一直在給他這邊擦屁股。劉易斯的內收和回防完全是聊勝於無，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甚至老 K 今天還說，劉易斯就算不上場，那麼右邊前鋒還会回來回防。正因為有劉易斯在，站在這個位置卻不盡職責，真的無論什麼語言去批評他都不顯得過分。踢了一整場球，把人都漏完了，多爾古也漏，姆波莫也漏，曼联換上來的新球员都輪番的衝擊曼城的右路。可是只有胡桑諾夫一個人幫他擦屁股，根本來不及啊！劉易斯根本就沒有打右邊位的能力，不知道瓜迪奧拉為啥看不出來。就他的那個身板，給他傳球他也沒有創造力，只能回傳；不給他傳球他就攤手。劉易斯的身板控又控不住球，球一到他腳下，球迷心裡就不安。雖然本場球輸球不是劉易斯一個人的問題，但是其他的球員多少還有些希望。劉易斯是真的讓人絕望。剛剛21歲的他年齡是挺年輕，可是曼城球迷還有人投票支持他留下嗎？今天賽後瓜迪奧拉特別說，我對里克·劉易斯很有信心，因為他具備特別的能力。瓜帥這話也沒說錯，確實具備一些特別的能力。好，另外今天首發了45分鐘，20歲的中後衛馬克斯·阿萊恩聊勝於無呀。所以場面上我們能夠看到曼聯打進攻，可怎麼都看不到曼城有後衛防守，經驗太少了。格伊來了之後，阿萊恩只能先打替補，先打2年再看看。打硬仗他還是很吃力的，這也是年輕的代價。不過畢竟是曼城自己家的孩子，也沒有必要太過苛責。
周薪只有2500英鎊，身價也只有80萬，這屬於曼城中後衛全都傷完了才把他召回的，算是成長的必修課。前幾場表現可以，但這一場面對同城死敵曼聯，明顯他不在這個 level 上，甚至在後場的組織傳球的失誤也很多，直接把球傳給對面曼聯，讓對方打反擊，非常的危險。那麼首發打了90分鐘的胡桑諾夫，比賽表現就比剛剛幾位稍微好那麼一點點，但是也沒什麼作用。拒絕了國家队 U23 的徵召來踢曼市德比，但是滿盤皆輸，只能看格伊上場之後，胡桑諾夫跟着他一起，能不能像薩里巴學加布里埃爾那樣，成為一個在格伊身邊好好學習、慢慢成長。今天胡桑諾夫是真的讓烏茲別克斯坦的球迷心都傷透了。踢完比賽，赛後一看手機，天都塌了。還是那句話，曼城的後防線但凡有一個過去范戴克那樣的級別，今天也不至於此。除了被曼聯进的2個球之外，曼联還有無數的機会，全都是後衛和防守型后腰羅德里的鍋。那麼再說說羅德里今天首發打滿90分鐘，很明顯身體並沒有痊癒，在場上就基本不敢做動作，後防線的幾個後衛幾乎不敢拿球，羅德里承擔後場手裡洗球的工作很多，到處跑來跑去想找空當接後衛的球，但關鍵是狀態不好，在曼聯的進攻反擊面前，羅德里也近似於无了。還有就是阿克今天讓他踢左邊後衛，和格瓦尼奥尔的差異就太大，跟2個中后衛小孩之間也完全沒有配合，回絕也慢。原先以為阿克靠他頂級的預判防守能力可以保持水平，但今天打曼聯，雖然預判能力仍然在，可速度已經完全無法像以前一樣完成防守和卡位。今天的阿克防守水平下滑也很嚴重。還有就是今天太子福登上半場首發打了45分鐘，表現也很讓老 K 失望。在中前場急需他站出來和塞门約進行配合的時候，福登卻顯得信心不足，決心不夠，沒有向前突破和傳球的勇氣，還是拿球就回傳。在中後場部分時段組織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福登做的太少了，防守也是象徵性伸伸腳。不過福登的控球能力对曼城還是很重要的，在他中场下去之後，曼城前場甚至控制力也沒有了。今天主要是曼聯踢得太好了，越踢越好。塞门約、多庫、切爾基這麼強的進攻球員幾乎就變成了隱身。而今天曼聯球員方面表現最好，個人認為是多爾古，讓他打左邊鋒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身體條件，10次身體對抗9次贏得球權，4個搶斷，2腳射門，2腳射正，1個進球，還創造1個機會。踢邊鋒的多爾古是今天曼聯2-0取勝的關鍵功臣，左路一個人通吃，靠着身體能攻善守，太強了，身體素質簡直爆炸，看着似乎是無限的體能，硬生生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表現扭轉了整個風評。不過多爾古要真的感謝阿莫林，把他從一個只有身體沒有腦子，在邊路練100米的傻小子，變成現在前場的多面手。3000萬歐元的身價，硬生生自己研制出來一個塞門約，這樣下窗，曼聯也不用再買邊鋒了。另外，大逼哥逼費仍然是現役英超第一攻擊型的中場，今天的表現是大腿级的拖着曼聯前進，從後腰位置前提踢出了自己最熟悉的感覺。可以說，逼費和多爾古這2個人位置的變化成了今天曼聯最大的驚喜。那麼賽後，咱們必須聽聽紅魔新的主帥卡里克的採訪。卡里克說：“我確實經歷了瘋狂的一周，但老實說，這其實並不算真正瘋狂的一周。我得說，感覺還算可控。說實話，有點正常的感覺。我知道從外面看總是和實際很不一樣，而曼聯俱樂部的每個人都非常給力，我的教練團隊、幕後的工作人員、球員們也都很棒。”所以實際情況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麼誇張。當然，我們在準備今天比賽時間很緊湊，但我必須說，他們這周表現呢令人難以置信，能夠應對信息量，適應新的方式，適應新的人，然後還能在這樣的比賽中保持情緒和狀態，按他們的方式組織起來。我覺得很多功勞都應該歸功於球員們。今天球場裡有許多球迷在為我們加油。如果我們曼聯想展示些什麼，球迷顯然得在關鍵時刻幫助我們，但在整體氛圍和聯繫感方面，這裡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今天的感覺完美，情緒是逐漸積累的。我覺得開場時球迷的情緒和能量，球員們也感受到了。從更衣室出來就有這種感覺，隨着比賽的進行，這種感覺不斷在積累，最終的結果也令人滿意。本來如果再能進一個球，這樣收尾會更好，但真正重要的是零封了對手，還有球場內的能量。我覺得大家都能感受到，這意義重大。我們必須用這種能量作為動力，激勵自己迎接下一場比賽。是的，我們曼聯有自己的比賽計劃，也有想在比賽中實現的目標。球員們今天都很好的執行了。戰術是一方面，言語是另一方面。
你必須把戰術落實到場上，讓它變成現實。今天球員們的表現，老實說，各方面都非常到位。哈哈，今天真的就像評論員費迪南德說的，賽前大家人人都不看好卡里克，偏偏他最爭氣。費迪南德說，卡里克和他的教練團隊飽受質疑，外界都說這教練組不靠譜，沒經驗，各種質疑的聲音。可球隊硬是拿下了這場誰都沒有預料到的勝利，我自己都沒想到。說實話，賽前我覺得能逼平對手就謝天謝地了，真就盼着能拿到1分。結果呢，我們不僅全取3分，贏球的過程更是酣暢淋漓。哈哈哈，兄弟們，曼聯呀，我都不想說我們王者歸來這種話，但你們瞧瞧，經歷了這樣的一周，球隊能提出這樣的表現，簡直太燃了。過去幾場比賽，球隊亂成一鍋粥，球員畏手畏腳，隊內矛盾不斷。所有人都在對曼聯指指點點，擊中門框被吹掉3個球，最終我們還是2-0完勝。曼城的多納魯馬是他們的最佳球員，但比賽剛開場，我們就在高位逼搶中給多納魯馬施加了巨大壓力，有立马領先的後防線坐鎮，哈蘭德幾乎也沒有得到什麼像樣的得分機會。好，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卡里克執教曼聯已經帶隊擊敗過瓜迪奧拉，擊敗過阿爾特塔，擊敗過埃梅里執教的球隊。當時還是4年前，2021年11月，索爾斯克亞離任。當時卡里克作為曼聯的臨時主帥，帶隊參加了3場比賽，在歐冠小組賽客場2-0擊敗了埃梅里執教的比利亞雷亞爾，隨後在英超主場3-2戰勝了阿爾特塔執教的阿森納，期間還在客場1-1戰平了當時圖赫爾帶領的切爾西。現在卡里克又率領曼聯2-0擊敗了瓜迪奧拉執教的曼城。所以截止目前，卡里克帶領曼聯參加過4場强强對話，戰績是3勝1平。沒想到，真沒想到，老 K 以為過去索爾斯克亞的戰績已經夠誇張了，卡里克更誇張。今天在比賽後半段看到看台上的弗格森老爺子，真是笑成了一朵花。所以曼联的故事也許才是剛剛開始，也許這才是真正的曼聯 2.0。 歐文今天點評這場比賽說，這一場曼市德比是曼聯多年最佳比賽，踢得像弗格森的曼聯。歐文點評道，確實兵不血刃2-0取勝，而且場面上幾乎是碾壓曼城，全場射門11次，射正7次，其中2次擊中門框，還有3個進球因為越位被吹，還有卡塞米羅近在咫尺的單刀竟然一腳踢在了門將多納魯馬的身上，所以不得不說多納魯馬也真的太強了。好，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梅努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機會，他也迎來了本賽季首次在英超首發。本場比賽梅努觸球了50次，傳球成功率竟然高達 91%，2次長傳全部成功，爭頂3次成功2次，過人2次成功1次，地面爭搶9次成功4次，還有3個搶斷2次解圍。過去本賽季他在阿莫林手下是12次替補登場，機會寥寥，但現在梅努真正的機會來了，好好發揮，他還有希望在英格蘭國家隊搶到自己的世界杯門票。今天卡里克關鍵的一手就是通過4-2-3-1，在後防線增加1個人，在中場也增加1個人，所以梅努在踢3中場確實非常舒服，是卡塞米羅和 B 費中間最合適的一個，一波一扣，今天踢得很寫意。2個後腰梅努和卡塞米羅， B 費踢前腰，3個人形成的鐵三角在中場這一塊特別的穩固。梅努本來就是組織型中場的踢法，在中場洗球，負責推進和組織。不僅是現在卡里克，之前的滕哈格還有英格蘭索斯蓋特也都這麼用他，效果還算不錯。但阿莫林的陣型只需要他當工兵，這也就發揮不出來他的優勢。主要是阿莫林的戰術體系裡不需要後場出球，核心是要在前场承擔進攻小組。現在卡里克来了，戰術一變，梅努這賽季肯定會猛猛長球。他的優勢是盘帶好，能夠小範圍洗球，不過組織能力也比較弱，和真正的組織核心差得還很遠，有點算一個8號位的全能型中场，能上能下的類型，不是防守型，也不是組織型，也不是进球型。他的風格有點像過去巴塞羅那的伊涅斯塔，当然實力還差得很遠。那麼今天這一場踢完，從上到下，曼聯從股東到管理層到主教練到球員，大家的心都安定了下來，也知道未來該怎麼發展，可謂是用一場球奠定了曼聯未來3到5年甚至10年的基礎。而另外中後衛利桑德羅·馬丁內斯，他面對哈蘭德有7場，哈蘭德6次啞火，今天再次和哈蘭德对位，完成了8次解圍，1個搶斷1次攔截，地面爭搶和爭頂1次也都全部成功。特別是第54分鐘，哈蘭德右路嘗試起腳射門，也被立馬將球封堵。所以第80分鐘，曼城換下哈蘭德，整場比賽他只有14次出球，丟失球權卻有4次。賽後在被問到和哈蘭德的對位時，利桑德羅·馬丁內斯說，總之我們今天實現了零封，哈蘭德也被換下場了。
作為中後衛，這肯定是非常令人滿足的。你知道，外界的聲音我們控制不了，他們想說什麼都可以。我能做的就是在球场上用表現說話。我覺得今天我做到了，今天太不可思議，真的太不可思議。能和球迷并肩作戰，能和隊友們一起拼搏。我們曼聯太清楚這個賽季一路走來有多艱難了。但眼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昂首挺胸，亮出球隊的本色。今天正是證明自己的最佳時機，不只是场上的球員，教練团队的每一個人都是這份勝利的締造者。面對曼城這樣級別的對手，需要全隊齊心協力投入防守，絕非一兩名球員的單打獨鬥。今天我們曼聯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整場比賽陣型始終保持得很緊湊。有了這樣的保障，我們在拼搶，在對抗中更有底氣。今天你能夠從隊友們的眼神裡感受到一種截然不同的鬥志。球隊贏下了比賽，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利馬真的很不容易啊！前一段時間他自己透露，在去年遭遇如此嚴重的傷病以後，他一度再也不想踢足球了，曾經想退役。而後來的恢復健康也是日復一日非常持續、非常艱難的鬥爭。去年2月，他是在曼聯0-2輸給水晶宮的比賽中前交叉韌帶受傷，缺席了9個月，也接受了手術。他說呀，當時你會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名足球運動員了，你感到疼痛，認為自己再也不會踢球了，一種精神和身體上的失去平衡。老實說，今天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挺過來的。我僅僅依靠身邊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老實說，在前2-3周之後，我再也不想踢足球了。然後當然你會變得更清醒，你會得到那種支持，你需要不走捷徑，捷徑就是放棄，就這樣。但是我總是說，逆境才能顯出人的本色，所以我重新與自己建立了聯繫，重新與我的根，與我是誰，與我的價值觀建立了聯繫。我日復一日地付出了我的一切，對我來說，這是日復一日的持續鬥爭。我的比賽每天都在健身房裡進行，然後我和我的心理醫生一起接受治療，總是試圖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改善。然後我清楚了我想要什麼，對吧？努力成為最好的自己，付出我最好的努力，看看我能走多遠。隨着每個月的過去，我看到了結果，我看到了自己變得越來越強壯。而今天在球場上，我感覺非常棒。我想說，多虧了那些日子那些痛苦的日子，那些不放棄的日子，今天我們才有了這樣的結果。說得太好了，利馬的這一段話就是對今天曼聯逆境重生的最好總結。那麼現在積分榜上，曼聯排名第5，距離第4的利物浦只差1分。老 K 甚至可以大膽的預測，賽季末曼聯就能進入前4。因為我不僅看到了一場比賽，也看到了整個曼聯戰略思路真的理順了這下子。那麼曼城方面，在今天阿森納打平之後，落後榜首已有7分，不過距離第5名曼聯也有8分。曼城在聯賽已經無欲無求了。個人覺得阿森納奪冠早已失去了懸念，也許瓜迪奧拉在曼城只剩最後的半個賽季，但這一次隨着格伊的到來，整支曼城的重建已經完成，就希望運氣好一點，能不能衝擊一下歐冠冠軍。那麼現在曼城在冬窗已經和水晶宮談下來，格伊的轉會費是2000萬英鎊再加附加條款，總價接近3000萬，而格伊的周薪會達到30萬英鎊，這個薪水在曼城隊內排在並列第2，僅次於哈蘭德的52.5萬。所以曼城方面支付的轉會費不太高，但是給球員格伊開出的條件是其他球隊無法匹配的。格伊在曼城會有5.5年的合同，這意味着曼城在25歲格伊身上花費的總成本將達到 1.158 億英鎊，年薪1560萬英鎊乘以 5.5 年，再加3000萬英鎊。另外，切爾西還擁有格伊 20% 的2轉利潤分成。2021年，格伊是以1800萬英鎊從切爾西轉會到水晶宮。在格伊轉會之後，今天水晶宮客場1-2輸給桑德蘭。賽後主教練格拉斯納非常生氣，對水晶宮高層發起嚴厲抨擊。他說，在比賽前一天出售我們的隊長，這一點我完全無法理解。我們正在備戰比賽耶，而昨天上午10點30分才被告知我們的隊長将被出售。為什麼不能等到下周？至少還能先踢完這場比賽。這件事今天讓我非常憤怒。如果1年裡2次被掏空內核，去年夏天我們在比賽前一天失去了埃泽，現在又是在比賽前一天失去自己的隊長，我真的無法接受。我在足球圈已經超過30年，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而現在卻在6到7個月內發生了2次。今天對桑德蘭的比賽，我們替補席上只有3名青訓球員，所以我沒有進行任何換人調整。我們已經連續幾周只能依靠12到13名球員去比賽，有些球員已經踢了他們的第35場比賽。所以我們在前50到60分鐘踢得很好，
隨後20分鐘承受了巨大壓力，並最終丟球。球員們已經付出了一切，但我依然無法從替補席給予他們任何支持。你們也看到了，我們沒有进行任何換人。看看替補席，進攻線上幾乎全是年輕球員。我之前就說過，我們感覺到自己完全被抛棄了。哎呀，要我說呀，格拉斯纳，這也没有辦法，你自己也要離開水晶宮。在6個月前，水晶宮為了你已經強行把格伊再留了6個月。对水晶宮來說，早就已經是樹倒猢猻散。既然主教練都要走，那麼還有誰不能夠賣呢？最近尤文圖斯還在推進水晶宮馬特塔的轉會，也意圖在本次冬窗就將馬特塔簽下。而馬特塔也在 AC 米蘭的引援名單上，米蘭的目標是想在今年夏窗再採取行動。28歲、身高1.92米的高中鋒馬特塔，本賽季首發22場，8個進球。如果他再離開水晶宮，是不是會陷入保級戰呀？其實今天格拉斯納的憤怒可以理解，不僅是失去了格伊，看看曼聯卡里克的表現，也失去了曼聯的帥位。主教練格拉斯納過去有過非常成功的球員生涯，但退役发生得很意外，他的人生也很坎坷。他最近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了那一段經歷，他說呀，我當時已經踢了很多年球，那時我並不年輕了，大概37歲。我經歷了一次頭部的正面相撞，隨後出現腦出血，需要接受手術，最終一切都還算順利，但我必須退役。說實話，那或許也是時候了。我的妻子一直說，如果不是這件事兒，我可能永遠都不會退役。因為我真的非常熱愛踢球，喜歡成為團隊的一員。那一次嚴重的頭部傷勢，我不認為它徹底改變了我，更多是一種印證。它讓我更加堅定地意識到，永遠不要把任何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當然，當時我生存的概率是5-5開，這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真正艱難的其實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需要在我不清楚狀況的情況下，同意進行一次緊急手術，那是一個關乎生死的決定。而我自己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對我來說並不痛苦。我第二天早上醒過來，甚至不知道發生過什麼。我按了醫院的呼叫按鈕，護士進來問我怎麼了。真正承受巨大壓力的是我的家人。那件事對我現在應對壓力和困難有些影響，它讓我意識到，我們常常會為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抱怨，而那些事情其實並不重要。現在如果工作特別繁忙，壓力很大，我有時會提前離開訓練基地，找個地方坐下來喝一杯咖啡，如果天氣好就曬曬太陽，給自己充電。我會提醒自己，奧利弗，你正在過着童年的夢想生活。那麼通常不超過1個小時，我就能重新調整好狀態。我過去的成長經歷，我認為我們是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如何成長的。我的媽媽是單親母親，她必須工作來養家，我們也並不富裕。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自己擁有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我知道自己來自哪裡，這讓我始終保持腳踏實地和謙虛。所以我也經常告訴球員們，我們所有人其實都在實現童年的夢想。小時候我只有5個電視頻道，沒有互聯網，晚上8點本該上床睡覺，但如果有足球比賽，我可以被允許看。我坐在那裡想，有一天我也想參與其中，成為球員。而現在我真的站在那裡，所以當事情變得艱難的時候，我會提醒自己不要抱怨。那麼今天另一場同樣是看守教練，皇馬2-0戰勝了萊萬特。下半場第59分鐘，姆巴佩造了點球後親自操刀命中。這個球值得一提的是G8連線，居萊爾真是什麼球都不傳維尼修斯，雖然可以分邊分給左側的維尼，但就是要等待機會給姆巴佩。姆總也確實厲害，拿球就造了點球。而第67分鐘，勞爾阿森西奧搶點頭錘破門，2-0拿下比賽。這場球賽前老 K 還猜阿維羅亞上台之後，居萊爾的戰術地位會不會下降？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居萊爾替補出場45分鐘，奉獻了幾乎完美的一場比賽。皇馬最需要的中場創造力和靈氣，今天居萊爾都提供了。他不在中前場，甚至都沒有人站在那個位置。還有第二個進球發角球傳球之前，老 K 看他那個眼神異常的堅毅，正在表揚他，這球傳出來就進了。看今天老 K 直播的朋友們可以作證，老 K 今天說了一整天，就是那種眼神，就是那種 determination。事實證明，讓居萊爾回到前場打核心是可以的。孩子畢竟才20歲，雖然對抗不太行，偏軟，但現在皇馬中場只有他能穩定的出球。只能說皇馬的政治環境太差，一個僅僅20歲的球員卻缺乏球迷和媒體的支持。今天雖然只踢了下半場，但他關鍵傳球8次，本場最高。總之，今天皇馬的比賽，無論是姆巴佩還有維尼修斯，老 K 都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股子堅毅，這才是一支球隊在逆境時應該展現出來的樣子。所以阿維羅亞首先帶來的是一股精氣神兒。今天維尼修斯在主場也是被球迷狂噓，可就他場上今天的氣質，老 K 必須點讚。
雖然每一次出球他都會聽到主場球迷看台上發出不滿的聲浪，還有貝林厄姆和巴爾韋德同樣也遭到了類似的待遇。但是在一次射門高出橫梁以後，儘管噓聲依舊存在，但現場開始夾雜着部分掌聲。維尼修斯隨即就以鼓掌回應了看台上的球迷。與此同時，他的隊友們還有阿維羅亞也毫不猶豫地給維尼修斯送上掌聲表達支持。比賽結束後，維尼修斯依然是首位離開球場的皇馬球員，直接返回更衣室。但看台上仍然有一部分球迷在球员通道附近等待維尼修斯，並非指責，而是給他送上鼓勵和支持。那麼在收穫上任首場勝利之後，新帥阿維羅亞毫不猶豫地體現了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德里主義者，表達了對主席老佛爺的支持。至於什麼是馬德里主義，今天老 K 在直播中已經講得很透了。阿維羅亞今天在賽後發布會面對問題關於現場的噓聲，他說：“你已經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尊重球迷的人，我也被噓過很多次，這反而幫助了我。我們知道這周我們經歷了什麼，而正是皇馬這家俱樂部的嚴格要求讓我們變得更優秀。我們必須始終以積極的態度接受噓聲，因為球迷知道我們能做得更好，能達到皇馬應有的高度。我們必須給予球迷更多的回報，尤其是本周。而關於維尼得到的噓聲，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讓維尼修斯發揮出最佳水平，讓他的隊友給他傳球。他很好地代表了皇馬的精神，敢突破，敢嘗試，表現突出。我為能執教維尼修斯而自豪。他還會像之前那樣為我們贏得很多冠軍的。我們這周過得並不順利，觀眾完全有權表達他們的不滿。我當球員的時候得到過球迷的喜愛，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如今我必須以教練的身份贏得球迷們的喜愛。這些噓聲是給我們所有人的，我首當其衝，因為我是教練。關於維尼修斯的難過，我還沒來得及看電視。他很好，和其他人一樣為勝利感到高興。我們都明白我們需要做得更好，我們會為一切榮譽而奮鬥的。今天關於比賽期間看台上響起的老佛爺下課的喊聲，我知道這些噓聲和反對他的活動從何而來。噓他的人不是不愛他，是不愛皇馬。他們騙不了我。在我看來，有老佛爺這樣一位主席是一種幸運。他和聖地亞哥伯納烏一樣，是皇馬這家俱樂部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贏得了一切。所有皇馬球迷都清楚老佛爺為這家俱樂部做了什麼。我們知道這些噓聲是從哪裡來的。所以一席話大家就知道阿維羅亞為什麼能當上主教練了。老 K 堅持自己的看法，阿維羅亞第一個戰略性的任務就是要說服維尼修斯續約。目前皇馬陣中，維尼修斯已經有4張黃牌，處於警戒的狀態。但中場楚阿梅尼吃到了本賽季第5張黃牌，下周做客比利亞雷亞爾的聯賽中，他將停賽缺席。而維尼修斯的4張黃牌中有2張來自最近3輪聯賽，分別是對陣阿拉維斯和貝蒂斯的比賽。今天的主場伯納烏球場賽前確實出現了強烈的抗議情緒，在球員和教練組乘坐大巴抵達球場的時候，只能聽到噓聲，沒有任何鼓勵性的呼喊。而在正式入場前，球場擴音器按照慣例宣讀首發陣容，噓聲再次出現，其中貝林厄姆和維尼修斯收到的反應最強烈。與此同時，现場刻意加大了音樂和播報的音量。比賽開始後，針對球員的噓聲沒有停止，場內還出現了老佛爺辭職的喊聲。貝林厄姆和維尼修斯在比賽中每次觸球依舊成為噓聲最集中的對象，所以讓我們也聽一聽。那麼沒有辦法，這就是馬德里，這就是皇馬。貝尼修斯和維尼修斯都是外國人，是外人，這就是人性。10年沒有歐冠，你拿1次就是神；10年就這2年不行，皇馬就要被罵。所以足球非常殘酷，誰也不能在功勞簿上躺一輩子。拿歐冠的時候，球迷也給他們鼓掌，給他們喝彩；低谷時也支持過。現在皇馬球迷最不滿的是球員耍大牌、鬧脾氣，高層不作為，被噓可能也是應該的。但也許一切到此為止，今天皇馬展現出的精神氣質就完全不一樣。希望未來沒有人再在皇馬踢大爺球。所以這2場球，曼聯和皇馬就像人生一樣，過程中充滿着質疑和疲憊，但走到了終點就是最好的。日子越難過越要過。好，今天另外的比賽，阿森納客場0-0戰平了諾丁漢森林，隨後以7分優勢領跑英超。連續2場比賽0-0，阿森納丟掉了4分。這也實在是曼城和阿森納最近太累了，4線作戰呀，兄弟們，競爭對手也在踩剎車，球員們體力就算再好，替補就算再多，也架不住幾乎天天都有比賽。本場球阿森納輪換了球員，打平完全能夠接受。主力除了賴斯，其他的基本上都得到了休息。賽季太漫長，4線作戰太消耗，前進的道路再艱難，才能顯得這邁出來的每一步前進
是如此的沉重，但也如此的堅定。而今天阿森納的防守依然变態的強大，被射正0次，這是本賽季英超阿森納第5次單場沒有被射正，也是阿森納單賽季的最高紀錄。而另一場英超，利物浦1-1戰平伯恩利。第32分鐘，利物浦加克波造了點球，索波斯洛伊主罰勁射卻擊中橫梁。上半場第42分鐘，埃基蒂克強勢突破，維爾茲亂戰中爆射破門，1-0。可惜第65分鐘，對方馬庫斯·愛德華茲前插小角度破門，扳成1-1。現在利物浦球迷心中什麼都沒有，只有3個字：阿隆索。換了帥的2個球隊都已經2-0戰勝強敵，而沒有換帥的2支英超球隊利物浦和熱刺。是的，沒想到啊，托特納姆熱刺在迎來了新的助理教練海廷加之後，仍然主場1-2輸給了西漢姆联。賽後主教練弗蘭克說，球隊的戰績不佳由我來承擔，只希望球迷能繼續支持球員。那麼在新的主场，熱刺已经輸了第50場球，第1場也是輸給西漢姆聯。這座新球場總共進行了176場比賽，而作為對比，過去在06年到2017年，熱刺在白鹿巷的最後50場失利，用了295場比賽，所以熱刺是真的不行了。這場熱刺輸給西漢姆聯，幫助對手終結了英超連續10輪比賽不勝的局面。還有熱刺客場2-3輸給伯恩茅斯，也幫助伯恩茅斯終結了英超連續11輪不勝。下一輪熱刺將在客場對陣伯恩利，伯恩利目前在英超也已經連續13場比賽沒取得勝利。送溫暖這一塊，托特納姆熱刺現在已經竭盡全力。那麼進入2026年，熱刺3連敗，還沒有嘗過勝利的滋味，甚至最近8場比賽已經輸掉了5場。真不知道熱刺的管理層在想什麼，這樣的弗蘭克還不下課嗎？所以關於利物浦，關於托特納姆熱刺，球迷的心裡除了換帥2個字，老 K 也想不到別的了。好，今天拜仁慕尼黑客場5-1戰勝萊比錫，妥妥的又是一場攻防演練戰。最恐怖的是奧里塞替補34分鐘，3個助攻1個進球，踢得看台上萊比錫的高層克洛普從賽前的喜笑逐開，到後來鐵青着臉，臉色極為難看。今天還有意甲國際米蘭1-0戰勝烏迪內斯，第20分鐘皮奧腳後跟做球，勞塔羅捅射破門。國米的球雖然贏了，但感覺裁判依然對國際米蘭有意見。現在意甲積分榜上，多賽一輪，國際米蘭領先 AC 米蘭6分。特別逗的是，在比賽中，奧古斯托一個乾淨利落的搶斷球，動作極其清晰、極其明顯的先碰球，把戴維斯完全預判而且攔截下來。可裁判卻吹了犯規，還給了烏迪內斯任意球，甚至直接給了奧古斯托一個黃牌。在賽後，意大利的節目主持人當場徹底炸裂，完全爆發。這意大利的裁判真是眼睛瞎了 ，VR 裁判到底是幹嘛用的？另外，今天法甲馬賽隊客場5-2戰勝昂熱，曼聯舊將格林伍德又有進球。24歲的英格蘭小伙子，本賽季首發了16次，12個進球，3個助攻，場均直接制造進球數已經接近1了。格林伍德這10號球員是怎樣的球王的存在？真的能不能讓他贏回曼聯，讓他重新回到英格蘭國家隊呀？好的，另外一場比賽 U23 國足4-2通過點球淘汰了烏茲別克斯坦，進入半決賽。在今天的直播中，老 K 和咱們節目的朋友們一起看完了整個罰點球的過程。關於罰點球的精要已經都在直播裡面了，大家感興趣可以看看回放。到現在為止 U23 亞洲杯一切按照老 K 的預測在進行。好，今天轉會市場特大重磅的新聞，說橡樹資本考慮模仿尤文圖斯當年簽 C 羅，想為國際米蘭引進一名超級球星。2018年尤文圖斯可是以 1.17 億歐元從皇馬引進了 C 羅呀。這傳說中的超級巨星會是維尼修斯嗎？還是羅德里戈？猜不出，猜不透，讓我們拭目以待吧。而曼城方面，在26年冬窗簽下塞门約和格伊以後，2個冬窗的轉會支出將會超過 3.1 億歐元。這真是土豪啊！一方面高喊着要理性運營，一邊2個冬窗就砸出了超過3億歐元。曼城面對低谷的答案很明確，從來不是靠熬過去，而是直接砸錢解決。像格伊這種即插即用型的中後衛，說明瓜迪奧拉要的就是立刻止血，而不是未來的彩票。在英超，曼城從來不玩省錢的模式，有錢就能解決100%的問題。另外，英超切爾西方面準備向雷恩队提交对雅凱的首分報價，金額大約5000萬歐元。20歲的法國中後衛傑里米·雅凱，本賽季在雷恩隊打上首發，幾乎場場踢滿。他目前在德轉的身價是2000萬歐元。而另一方面，大巴黎已經和巴塞羅那的德羅達成口頭協議，
希望激活他600萬的解約金。還有消息說，阿森納非常關注皇馬的居萊爾，可能在6個月後的夏窗採取行動。另外，阿森納對20歲的埃爾切的中場羅德里戈·門多薩也很感興趣。而大巴黎陣中的替補球員李剛仁、馬德里競技是很有意思，已經正在加速引進李剛仁的進程。轉會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24歲的李剛仁現在是韓國足球最後的遮羞布，在他身後的年輕韓國球員，還有誰能在5大聯賽中游以上的球隊踢上主力呢？另外，最近有穆里尼奧重返皇馬的新聞，老 K 還是那句話，壓根兒不相信穆里尼奧應該很難在5大聯賽的豪門再就業了。等待他的或許是世界杯後去接管葡萄牙國家队，到時候 C 羅也已經退役。過去穆里尼奧和 C 羅在皇馬的最後時間曾經鬧得很不愉快。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支持，喜歡的話请您點讚、評論、分享和訂閱。那麼咱們明天再見。